美国政府预计将在下周发布禁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部分投资的相关规定，再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围堵。但美国产业界如何用行动对这种小院高墙的对抗策略做出反应？利益受损的美国盟友又发出了怎样的声音？来看看报道。 根据美国政府21号发布的公告，禁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部分投资的相关规定，目前正在白宫的办公室进行最终审查，或在美国大选前出台。美方辩称，这些限制措施是防止美国技术专长帮助中国开发先进技术的一部分努力。有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分析，相关规定主要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微电子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预计最终规则将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的覆盖范围以及有限合伙人的投资门槛。规定还将要求美国投资者在进行某些人工智能及其他敏感技术投资时，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报告。有分析指，这些规定来源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8月签署的行政命令，重点是所谓防止美国投资者的技术专长帮助中国的军事发展。事实上，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中国尖端科技企业与研究机构的打压，较特朗普执政时期有增无减。上百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所谓清单，限制他们获得美方的投资，以及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对他们进行打压。有分析指，美国对中国 AI、科技等领域动作频频，旨在相关高科技领域关闭或破坏中国快速发展的空间，这背离了美方宣称的稳定关系的基本立场。拜登政府急于在即将结束的任期内推出该计划，更背离了美国公众希望政治精英把精力放到国内，而非制造外部纷争的意愿。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采取歧视性、不公平的做法，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希望美国能够回到务实、健康、理性、建设性看待和处理对华关系的轨道上来，与中方相向而行。然而，美国政府的行为却抑制不住美国科技企业与中国合作的热情。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开启年内第2次访华行程，在北京与中国工信部长金壮龙会面时，库克表示，愿意积极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金壮龙说，近年来中国有序扩大电信领域对外开放，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创造新机遇，希望苹果公司与中国企业一道成长，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库克还现身北京一家农场，与中国大学生见面交流，并前往微博公司总部与员工友好互动。有分析认为，尽管苹果公司近年来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曾尝试转移生产线到印度等地，但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完整供应链仍然对苹果公司至关重要。对苹果而言，大中华区是在美洲和欧洲之后的全球第3大市场，在最新财报中，销售占比达到17.2%。库克直言，苹果公司仍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事实上，库克的言行也代表了众多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对华态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如果这个供应链系统被破坏，跨国企业的利益必然受损。因此，很多跨国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理性告诉他们，与中国市场共生，寻求双赢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选项。而受到美国对华制裁影响的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根据阿斯麦本月15号发布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第3季度的订单额为26亿欧元，还不及上个季度56亿欧元的一半。这一令人失望的数据引发市场恐慌，投资者大量抛售阿斯麦公司股票，导致该公司市值已蒸发至少600亿欧元，失去欧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头衔。美国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限制政策不断升级，其中对阿斯麦向中国出售光刻机的限制尤为关键。从今年起，美国要求荷兰进一步限制阿斯麦对华提供中高端的 DUV 光刻机，这使得阿斯麦失去中国这一重要市场，对业绩产生巨大冲击，极大地限制阿斯麦的业务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全球贸易环境紧张，导致半导体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影响。阿斯麦的光刻机生产需要多国零部件供应商支持，贸易摩擦很可能影响到零部件的供应和成本，进而影响到阿斯麦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阿斯麦公司首席执行官傅凯22号在伦敦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表示，很明显，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更多限制措施。他同时也质疑道，这真与美方所说的国家安全有关吗？这并非傅凯首次做出类似表述。他9月份在纽约花旗银行的会议上表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华设限，但如今更像是出于经济动机。阿斯麦公司它一方面需要跟中国去澄清它的善意，也就是说我也是一个企业，我也身不由己，更多的是美国可以说是以一种限制性的措施，或者是给它持续的施压，导致它不得不去听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个人感觉美国在做一些布局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去考虑盟友的利益，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给盟友的企业带来一些损失，已经好好的市场可能也会被就是拿走一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1号起再访中东，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后，显然两国对下一步行动没有达成一致。在双方发表的声明中，并未提及停火协议。接下来，布林肯还将访问沙特，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沙特与曾经的死敌伊朗即将在红海罕见举行联合军演，中东局势到底如何走？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这也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1年多以来，布林肯对中东地区的第11次访问。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及一些西方国家用金钱和武器支持以色列，称布林肯访问中东是又一次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掩护。而不少以色列民众在布林肯位于特拉维夫下榻的酒店附近抗议，呼吁政府早日与哈马斯就释放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Get a deal on the table for Hamas to consider and put an end to all of this, includ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in Gaza. 由于黎巴嫩方向发射过来的火箭弹引发了以色列中北部空袭警报，布林肯下榻酒店的一些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和记者当时紧急从酒店餐厅撤离至楼下的避难所。当天，布林肯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总统赫尔佐格等人举行会谈，敦促以方努力达成加沙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事实上，布林肯此次中东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探谁可能接替被以军打死的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哈马斯在过去3个月中遭遇重创，2任领导人相继遇袭。哈马斯方面表示，在明年3月举行选举前，哈马斯领导层不会任命辛瓦尔的继任者。目前，哈马斯方面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推进决策流程，其中4人在卡塔尔，另有1人身份保密。此外，哈马斯无意在停火条件、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等议题上改变立场，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显示，虽然美以都认为辛瓦尔被击毙可能对人质获释以及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产生积极影响，但压根未提停火协议。外界认为双方并未就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达成一致。因此，外界对于布林肯斡旋之旅持怀疑态度，显示出美国拜登政府的影响力正在减弱。